咱们给这个印度公民发了多少签证啊？将近28万份啊！什么旅游的、做生意的、留学的、探亲的，各种类型的那是应有尽有啊！手续也比他们那个方便多了啊！这么一对比，啥感觉啊？就是不平等、不信任啊！我觉得我们中国就不应该让印度人来。Hello， 大家好，我是香兰。今天啊，咱们还是聊聊我们的邻居印度。话说啊，就在前2天啊，7月24号，这个印度的驻华大使馆在这个微博上发了一条消息，短短几个字啊，这一下子就把这个场子给点热了。说啥呢？说他们呀要恢复给咱们中国老百姓发旅游签证了。好家伙，这消息一出啊，就跟往这个热油锅里泼了瓢水似的，瞬间就炸了。咱们外交部反应也快啊，马上就说欢迎欢迎，热烈欢迎。这事儿好啊，方便咱们两国人民你来我往，对大家都有好处。那这个听着是不是挺好的呀？感觉中印关系这兵要换了。你先别着急高兴啊，咱中国有句老话叫听其言观其行。这印度这波操作你仔细一看啊，那叫一个魔幻呀。他这个门啊是开了，但是这个门口给你摆了9981难呀，那个门槛高的呀，我都怀疑姚明啊都得踮着脚才能过去。看完他那些条件，我心里就有一个想法，这哥们儿是认真的吗？这么搞是真心欢迎我们去旅游，还是怕我们去了就不想回来了？要留在这个印度建设他们伟大国家呀？这事啊，咱们今天必须得好好说道说道。这个消息一出来，咱们国内的社交媒体上那叫一个热闹啊，瞬间就分成了2大派，吵的是不可开交。那一派呢是冲锋派，或者叫文艺青年派。这帮朋友呢，估计早就把这个印度列在人生必去清单里了。这个消息一出啊，他们就立马开始翻箱倒柜找压箱底的旅行攻略了。这脑子里全是画面啊，就是那种我要去这个泰姬陵前边学着戴安娜王妃拍一张孤独又美丽的照片。那我要去那个恒河边上感受一下那种神圣的氛围。我要去孟买看看这个贫民窟和高楼大厦挤在一起的魔幻场景。在他们眼里啊，这个印度是个充满神秘文化和异域风情的天堂。但是呢，另一派的声音也同样巨大，我管他们叫劝退派啊，或者叫人间清醒派。这帮朋友啊，一听说要去印度，那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呀。他们说啥？免费让我去，我都不敢去哦，我怕我的胃顶不住，我怕我去了回不来。他们讨论了不是这个泰姬陵有多美，而是这个印度的治安有多乱，卫生有多差，骗子有多少。网上那些段子和真实的经历是满天飞什么印度归来肠胃强大百毒不侵，什么在这个印度你喝的每一口水都是一次勇敢的冒险。这种巨大的分歧其实特真实你得承认，这个印度它作为4大文明古国之一，这旅游资源那是真牛啊！你想想，一边是这个孟买那种一半天堂一半地狱，又摩登又混乱的都市，一边是古阿邦阳光沙滩，充满了嬉皮士文化，大家在那儿尽情撒欢。还有就是这个泰姬陵，那纯白的建筑代表着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安静又有力量。在这个2019年之前咱们中国游客还是这个印度旅游市场里最重要的一份子呢。那个时候两国的关系还行，这个签证也方便，很多人都去过。但是吧，从这个风险角度来讲这个印度对游客，尤其是对咱们这种东南亚面孔的游客，确实算不上友好。很多国家包括咱们自己国家的外交部旅行建议里都是明明白白的写着，这女性去印度一定要特别小心，最好不要一个人去，尤其是晚上和偏僻的地方，这可不是开玩笑，是真的会出事然后就是那些防不胜防的坑蒙拐骗，小偷小摸那都算开胃小菜了。你走在街上可能突然就有人热情的凑过来说，你的鞋脏了要帮你擦，可是擦完之后就要天价，或者说是你打个车，这司机能给你绕出个八卦阵来。还有更经典的，说你预定的这个酒店着火了倒闭了，要带你去另一家更好的，然后呢狠狠的宰你一笔。再加上那个乱成一锅粥的交通这满大街的牛狗车人挤在一起喇叭声震天响这公共厕所基本上就等于生化武器所以去这个印度旅游，你的精神和这个身体都得做好迎接挑战的准备。所以你看这个网上吵成这样子太正常了。那一边呢是挡不住的文化诱惑，一边是实实在在的旅行风险。这就算你是个勇士，你说
我不怕，为了这个梦想，我愿意挑战。那行啊，那咱们就来看看印度这一次能为你这位尊贵的客人准备了一份什么样的欢迎大礼包。这个礼包一打开啊，我跟你说，能把你气乐了。他们设下的门槛离谱到你想都想不到。这第一条啊，硬性指标，高额的银行流水。其实说白了就是你得证明啊，你很有钱。一个旅游签证啊，居然需要提供连续6个月至少10万元余额的流水证明，并且呢还要签一份经济状况承诺书，证明自己啊有能力去这个印度旅游，就像一个神秘的富豪俱乐部啊。哎，你得把这个家底给亮出来啊，让他们审查审查，觉得你够格了，才有可能让你进。哎，我寻思着啊，这是怕咱们把这个机票钱挣回来吗？顺便再从印度挣点钱带回国吗？对自己也太没信心了吧。那还有第2条，手续啊是极其的麻烦，堪称是复古。这都2025年了，朋友们，这 AI 都能写诗了呀。很多国家签证都是电子化了，这手指头啊点点就能办好了。这印度倒好啊，他说不行，想申请我的签证啊，你必须亲自带着所有的材料跑到我们指定的3个地方啊，北京、上海或者是广州。这是什么概念？你如果住在什么哈尔滨，住在成都，住在昆明，对不起哦，你得先自费买张机票或者是高铁票，长途跋涉到这3个城市之一，就是去为了递个纸质材料。这时间成本、金钱成本一下子就上去了。那不知道还以为是去朝圣呢。那还有第3条，不接受任何现代化服务。他们明确规定啊，不接受什么快递寄送材料，不接受中介机构代办。换句话说，你必须本人亲自出马，不能找这个旅行社帮忙。哎，你爸妈替你跑一趟都不行。这基本上就是西方发达国家对待那些风险最高、最容易出现非法移民的国家旅客才会用的审查标准。把咱们中国放在这个类别里啊，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尊重和歧视。还有第4条也是最绝的一条，出签的时间啊随缘。哎，你把这个钱花了，时间花了，千里迢迢把这个材料交上去了，结果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人家就没有承诺你多长时间能出签，你可能交了这个申请，然后就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你想订机票、订酒店，根本不敢哦。万一你都订好了，他签证不给你，或者是等你旅行日期都过了，他才把这个护照寄给你。哎，你说你找谁说理去啊？这就叫薛定谔的签证。在你拿到之前啊，你永远不知道他有没有，什么时候有。咱们再反过头来看看啊，咱们中国是怎么对待这个来华的印度朋友的？就光去年啊，2024年，咱们给这个印度公民发了多少签证啊？将近28万份啊！什么旅游的、做生意的、留学的、探亲的，各种类型的那是应有尽有啊！手续也比他们那个方便多了啊！这么一对比，啥感觉啊？就是不平等、不信任啊！我觉得我们中国就不应该让印度人来。你看啊，咱们这边是敞开怀抱，这高速公路都给你修好了，他们那边呢就给你开了个小小的门缝儿啊，门口还挖了条护城河，这个河上还吊个独木桥，旁边再立个牌子啊，想过桥先看你诚意。这哪是欢迎游客啊，这分明就是在筛选天选之子啊！看到这儿啊，你肯定会问，这个印度费这么大劲儿搞这么一出，图啥呢？他要是真不想让咱们去，那直接不恢复不就完了吗？为啥要这样又当又立呢？哎，这个背后啊，又是政治，就是印度那点小算盘啊，打得噼里啪啦响啊。从这个表面上看，恢复签证啊，确实是2国关系在回暖。去年10月呢，2国领导人啊见了面之后呢，印度外长、防长这些高级的官员啊，5年来一次，接二连三的往中国跑。今年的6月份，咱们呀还给这个印度的香客开了绿灯，让他们去西藏的神山圣湖朝圣，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友好信号啊。但是呢，印度做事情啊，从来都是不见兔子不撒鹰。这一次恢复签证的时间点选的特别有味道。你看啊，2025年的上半年，美国对咱们中国的政策啊，突然没那么强硬了，有点缓和的意思。而咱们跟这个印度的贸易额呢，反倒是一直在涨。这个时候呢，这个印度心里就开始犯嘀咕了啊，他一直在中美之间玩那个左右逢源的把戏，想2头通吃。现在他发现啊，哎，这美国那边好像有点靠不住了，自己跟美国的关税谈判，在这个农产品这些问题上也谈不拢，
所以啊，他得赶紧重新调整策略。这个时候啊，对中国稍微示好一下，好处多多呀。那第一呢，可以当成一个外交筹码。你看啊，我对你中国示好了，你是不是也得给我点面子啊？以后在别的国际场合啊，你好意思不帮我说话吗？同时啊，也是做给这个美国看啊，别以为我离着你不行，我跟中国也能玩到一块儿去。第二呢，也能缓解一下国内外的舆论压力。毕竟这几年啊，一直不给中国人发签证，这国际上有很多人都批评他太封闭、太小气。那现在呢，搞这么一出，他就可以说，谁说我不开放了？你看我这不是恢复旅游签证了吗？至于这个门槛有多高，那是技术问题，态度上我已经表达了嘛。这就是印度典型的外交风格，该合作的时候跟你笑嘻嘻，该防着你的时候一点都不含糊。你再看看那些没放开的地方，你就更明白了。他放开的是旅游签，但商业签证、留学生签证、记者签证啊，这些能深度交流的还是卡得死死的。中印之间的直飞航班到现在还没恢复呢，就一直停留在双方正在沟通的客套话上，更别提咱们在这个印度的企业了，那真的是被重点关照的对象啊！今天啊查你的税，明天啊查你的投资，各种审批给你拖着，就是不让你好好做生意。所以啊，这一次的签证风波啊，说白了就是一场精心计算过的政治秀。他不是真的想让你去旅游啊，而是想通过这个动作达到他的外交目的。这印度旅游部长以前说过一句话，我觉得特别能反映他们现在的心态。他说：“我希望中国游客到来，但是我们也希望他们能遵守印度文化。”这话呢，听着是没毛病，到哪儿不都得入乡随俗吗？但是你仔细品品啊，这里面是有一种不安全感和文化上的防御姿态，就好像在说你们来可以啊，但是你们别影响我们，你们得完全按照我们的规矩来。这种心态就是现在中印两国互信不足的一个缩影。所以啊，咱们来总结一下啊，这个印度恢复对华旅游签证这个事儿本身呢是好事，值得肯定。毕竟关了这么多年的门，好歹是开了条缝啊。但是这远远不够啊，这道缝啊不足以弥补过去这5年因为这个人员交流中断产生的隔阂和误解。这旅游签证啊，它的本质应该是两国的老百姓之间沟通的桥梁，是增进了解、消除偏见的好事，而不应该成为一个国家测试对方诚意的工具，或者是一种展示肌肉、表达我掌握主动权的外交姿态。那如果一个国家把开放旅游签证当成一种施舍，当成一个可以随时收回的筹码，那最后受伤的只会是自己的旅游业和国际形象。游客们用脚投票，你这么不方便，这么不友好，大家就不去了呗。世界这么大，能去的地方多了去了。所以啊，我觉得这个印度现在最需要的是放下那种有点矛盾的既自卑又自大的心态，想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希望这次签证的恢复不是一次性的政治作秀，而是真正的走向理解和合作的开始吧。也希望这道门打开之后，门后的那堵高墙也能慢慢的拆掉。毕竟真正的自信是敞开大门，欢迎八方来客，而不是开个小门缝，还对门外的人挑三拣四。好啦，今天就给大家聊到这儿了。对于印度的这波操作，你怎么看呢？你会考虑去印度旅游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哦。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